就这么一个小盒子啊？这个分上下的嘛？不分。到家了装材，拆开包装，让它透透气，不要着急做。对枝干喷点水，缓和1至2天，再把它种下。这2棵柏树都是地起桩，与下山桩没什么区别。种下山桩不难，怎样种才能提高它的成活率？要掌握这几个步骤。种养的第一步，审桩，看这个桩材适合造什么样的型。来看看这个桩，这里有多条粗枝，要看清楚枝干的走向，从中确定一条粗枝为主干。确定后的主干与根盘的角度大小，基本确定了这个造型。像主干几乎与根盘垂直的大树形，主干与根盘形成一点角度的斜杠式造型，小于90度的临水和斜岸造型。像这个枝条，从这个方向延伸出去，粗度与变化做主干最合适。出枝点与根盘的角度小于90度。像这种主干的走向，就基本可以定一个悬崖或者是临水造型。剪掉多余的枝条，审桩中就会看得更清楚。这个树桩除了树干比较粗，没有多大的特色。左右出枝，把它立起来可以做大石型。但柏树造型强调树势动感，4平8稳，有可能成为3品桩的造型。主干倾斜，把这个出枝做主干的延伸，这样树干的过渡就有了。主干呈这个方向变化，这个下行枝要把它去掉。拐点和上端的枝暂时保留。可以把它们当牺牲枝利用，把主干继续拉粗。对它们的去留，在以后的造型中再做斟酌，可以把它们做成舍利。按照确定好的造型做修剪，对枝的取舍要有度。定好主干，也要尽可能的对半价枝加以利用，这是种养下山桩的第2步。柏树的枝条在动手造型前尽量的留下，柏树造型突出枝干的变化，把枝干露出来才能呈现柏树的神韵。像这些枝，以后都会考虑做舍利干。舍利干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，在枝干的布局中有它突出的地位。像这些枝条就不要留，像对称枝、下行枝。这些基枝就是常说的在造型中没有利用价值的枝条。断干后的下山桩储存的养分是有限的，要剪短这些枝条，减少它的养分消耗。把树根修剪一次，修平整，烂的部分统统剪掉，要看它新的皮层。把节口晾干了再种。种养下山桩的第3步，综合养护。柏树像松树一样，种养下山桩要留复性土。树根的布局不是很好，不要着急去调整它，等树桩完全成活之后再进行。很多老铁们关心下山桩盆土的备皮，种养下山桩的盆土透气性一定好，不产生积水。盆土越简单越好，就用这种粗沙。粗沙不含肥料，有利于新根的萌发。除了用粗沙、沙质土和其他颗粒土也可以利用。用半湿的粗沙种，种好之后的树桩，把它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。盆土不干不要浇水，没有长根的树对水分的要求是很低的，浇多了水，根的结口有可能产生腐烂。盆土偏干有利于新根的萌发。对下山桩种养，除了必须留叶的树种，像黄杨、松柏，其他树桩要把叶去掉，这是种养下山桩重活的关键。我是山丘农场，感谢您收看，下期见。